這是谷歌官方出品的一款安卓模擬器，不但比微軟的 WSA 更強，而且完全免費，可以在電腦上模擬出各種手機配置和系統版本，包括最新的安卓16。除了手機，像平板、電視，甚至手錶也都可以模擬，而且所有操作系統和功能都和真實設備一模一樣。這期視頻，小英會手把手教你如何把你的電腦變成安卓16手機和平板。在開始之前，先按住快捷鍵 Ctrl 加 Shift 加 ESC 打開任務管理器，點擊性能 CPU， 看看你的電腦虛擬化是否已啟用。大多數電腦都是默認開啟的，如果是已禁用，模擬器會無法啟動。你需要在重啟電腦時，狂按 Delete 鍵或者 F2 鍵進入 BIOS 把它打開。不過要注意，各家主板的設置路徑都不一樣，大家可以直接去搜你的電腦品牌或主板型號，加開啟 VT， 教程非常多，這裡就不展開演示了。啟用後，我們再到任務欄裡搜索 Windows 功能，點擊啟用後關閉 Windows 功能，往下拉，找到虛擬機平台，把它勾選上，點擊確定。等讀條走完，系統會提示你重啟，點擊立即重新啟動即可。重啟後，我們就可以正式進入主題啦。直接搜索安卓16，點擊這個進入安卓16的官網，往下拉。除了 Windows， 它還支持 Mac、Linux、Chrome OS 操作系統。直接點擊這裡，或者回到最上方，點擊這個下載按鈕進行下載。勾選同一條款，點擊下載。這個是下載後的文件，直接雙擊進行安裝。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這個安裝目錄最好保持默認，改到其他盤，啟動時可能會非常慢，運行時也會經常卡頓。繼續點擊下一步，安裝。安裝完成後，點擊下一步，完成。選擇不允許收集使用數據。如果是國內用戶，它會彈出這個提示框，提示你無法訪問安卓 SDK 插件列表。沒關係，我們點擊取消，後面它會自動下載核心組件。下一步，安裝類型這裡選擇自定義。下一步，這個地址我們需要修改一下，它是安卓16用來存放所有安卓開發工具、虛擬機系統鏡像和平台文件的地方。雖然現在只有 2.5G， 但隨着後續使用會變得越來越大，建議改到 C 盤以外的地方。我這裡在 D 盤新建一個安卓16的文件夾，在安卓16文件夾中再新建一個 SDK 文件夾，然後把地址修改成剛剛新建的 SDK 文件夾目錄。點擊下一步，下一步，接受許可。下一步，正在下載環境組件，這個步驟可能會稍微有點久。OK， 點擊完成。這個就是安卓16的主界面啦。接下來我們來捏一台手機，點擊更多操作，打開虛擬設備管理器，系統已經自動幫我創建好了一台默認的虛擬手機，點擊最右邊的按鈕就能啟動這台手機。如果我想再創建一台，直接點擊左上角的加號，會彈出添加不同設備的列表，比如手機、平板、智能手錶、台式機、電視等等。選擇手機型號時，一定要選帶三角形圖標的設備，代表它原生支持谷歌應用商店。至於型號，這裡推薦選擇 Pixel 9 Pro 或者 Pixel 8。現在市面上絕大多數主流手機的中高端機型，幾乎都是 Pixel 8這種修長的比例，能保證你看到的畫面
和大家手裡真實的手機看到的一模一樣。Pix 9 Pro 則更接近2025年的高端基準，它的清晰度更高，而且分辨率沒有 XL 那麼誇張，屬於畫質與性能的最佳平衡點。為了讓畫面看得更清楚一些，我這裡選擇安裝一個平板來進行演示，和手機的操作是一樣的。同樣選擇 Pix 系列，這是谷歌自家出品的產品，適配非常完美。點擊下一步 ，API 這裡會根據你選擇的設備自動列出支持的系統版本。比如你選的是 Pix 9 Pro 這種新手機，它出廠就是新系統，所以列表裡只會顯示安卓15、16這些較新的版本。如果你想使用更老的版本，可以選擇更舊一點的機型。這裡我直接使用最新的版本。這個是操作系統，帶新的是最標準也是最穩定的安卓16系統鏡像。下面這個是實驗性預覽版本，我們直接選擇上面這個系統推薦的版本就行。繼續點擊高級設置，往下拉，找到存儲，存儲空間默認給的6G 根本不夠用，隨便裝2款遊戲就滿了。我們直接改成64G。大家放心，這個空間是动態占用的，你用多少它才會占用多少，不會直接吃掉你硬盤的64G。這是虛擬機的 SD 卡，默認選的是512兆。如果你平時需要往模擬器裡傳大文件，也建議改大一點，比如2G。CPU 默認是4核，我們保持默認即可。RAM 也就是內存，默認2個G肯定不夠，絕大多數小夥伴的電腦應該是16G 內存，這裡強烈建議大家填4G 就行。4核加4G 內存是目前的最佳效能平衡點，恰好能在保證安卓系統滿血運行的同時，又不會因為搶占太多資源把你的 Windows 搞得卡死。當然，如果你的電腦內存夠大的話，也可以把內存設置成8G。這個顯卡加速默認是自動，建議大家手動改成硬件，強制調用你的獨顯來進行渲染，防止玩遊戲時遇到黑屏或者閃退的問題。如果你的顯卡驅動有兼容性問題，改成硬件會出現黑屏或者閃退，可以再改回自動或者軟件試一下。最後把下面的 VM Heap Size 改成512兆，這樣能防止運行大型 APP 時崩潰。全部改好後，點擊右下角的完成。OK， 這個是剛剛新建的虛擬機，點擊運行。這跟買了一台新的 Pix 平板沒有任何區別，可以直接打開應用。從頂部往上滑，打開快捷設置。從屏幕底部往上滑，打開應用抽屜，在平板中打開設置。關於設備，可以看到已經是最新的安卓16版本。點擊返回，系統，選擇語言，添加語言，把它拉到最下方，選擇中文簡體，中國，點擊後面3個點，上移，更改，整個系統就變成中文的啦。這側邊還有一排按鈕，最上面這3個模擬的是物理按鍵，點一下是鎖屏、亮屏，下面是音量加減，中間這幾個是實用工具，這是截屏鍵，點擊它，模擬器的當前畫面就會被保存到你電腦的桌面上。放大鏡用來放大畫面細節，旋轉圖標可以讓設備在橫屏和豎屏之間切換。下面這3個就是安卓經典的常用鍵，返回上一集，回到桌面，查看後台任務。雖然現在安卓16默認的是手勢操作，但如果你用鼠標滑着不習慣，可以直接點擊這3個鍵，效率更高。點擊最後這3個點，你會打開一個擴展控制面板，在這裡隨意修改 GPS 定位，模擬打電話、發短信，修改電池電量等等。如果你有谷歌賬戶，直接使用賬戶登錄就能使用所有的谷歌應用，和手機一樣，點擊應用商店，搜索要下載的軟件，點擊安裝，
安裝成功後就可以直接使用啦。這裡要注意哦，如果你用的是魔法，需要先打開你的加速器軟件設置，找到 TUN 模式或者虛擬網卡模式，把它開啟。開啟後重啟一下模擬器，就能正常連接谷歌服務器啦。如果你是國內的網絡，也可以提前下載 APP 客戶端，然後將 APK 文件拖拽到虛擬机的窗口內，它会自动識別安裝。這是我們剛剛安裝的 APP， 打開就可以直接使用。可能有部分 APK 文件无法进行拖拽安裝，小印這裡再多教大家一種安装方法。首先把下載好的 APK 文件放到一個自己能記住的文件夾中，這裡我把它同樣設置在之前的安卓16文件夾內，創建一個 APK 文件夾，然後把下載好的 APK 文件放到這裡。注意哦，這個時候虛擬機不要關閉哦。接着打開我們之前創建的 SDK 文件夾，進入後找到這個文件夾，雙擊進入，然後在路徑框裡輸入 CMD， 回車。可以看到命令提示符裡顯示的就是這個文件夾的完整路徑。我們在這裡輸入 ADB Devices， 回車，看到顯示為已連接設備列表，下面有模擬器555設備字樣，就說明 ADB 已經連接上虛擬機，一切順利。這時我們再輸入 ADB 空格 install 空格，然後把這個 APK 文件直接拖拽進來，它会自動填好路徑。點擊回車，會看到提示執行流式安裝，等待安裝結束即可。當它提示完成，說明已經安裝成功了。關閉命令提示符窗口，可以看到虛擬機裡的 APP 已經安装成功了。卸載應用的方法很簡單，和正常的安卓手機一樣，在虛擬機裡點擊設置、應用，找到你要卸載的應用，點擊進入應用信息頁面，點擊卸載即可。如果你只是想刪除虛擬機，比如我這裡建了一台安卓13的設備，我現在不需要了，我想刪掉它，釋放一些空間。現在這個 SDK 文件是 7.05G， 點擊虛擬機後面的3個點，選擇刪除，確認刪除。現在再來看，這個 SDK 文件是沒有變化的，它不會自動刪掉系統安裝包。如果這個列表裡沒有虛擬機用到安卓13，我們就可以回到主頁，點擊更多操作，選擇 SDK 管理，在這裡找到安卓13，注意不要勾選哦，點擊展開，再往下拉，找到安卓13，就是這個，繼續往下拉，這個就是我們安裝虛擬機時自動下載的文件。這個是安裝狀態 ，Installed 代表已安裝 ，Not Installed 代表未安裝。我們把這個勾選去掉，然後點擊右下角的應用按鈕，它會提示你將刪除該文件，刪除後會釋放多少空間。點擊 OK 就會進行卸載，卸載成功後，這個狀態就變回了未安裝。再來看看 SDK 文件，瞬間清除了好幾個 G。如果你要卸載整個安卓16，首先關閉安卓16，在任務欄搜索安裝的應用，打開，找到安卓16，點擊卸載，會彈出卸載提示框，把安卓用戶設置這條勾選上，點擊下一步進行卸載即可。卸載，點擊是。卸載完成後，再找到我們之前在安裝時自己創建的這個用于存放 SDK 和 APK 的安卓16文件夹，直接刪除。最後再找到 C 盘、用戶、你的用戶名、app-det、local、谷歌文件夹，把安卓16相關的文件刪除。
回到上一季目錄，點擊 Roaming， 找到谷歌文件夾，點擊刪除，這樣你的安卓 Studio 就徹底清除乾淨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請記得點讚關注我，謝謝大家的支持。